前手打退了，后手拳漂亮，左摆右摆，连续的进攻，我们看，那长岛这一边啊，抗下能力真的很可以啊。好的，漂亮，打倒。曾2次击败武僧一龙的日本拳王，再次嚣张来华挑战，并在媒体面前大肆叫嚣中国人弱得跟狗一样。中国人简直太可笑了，弱得跟狗一样，根本不配和我打比赛。如果再让我碰上中国人，见一个打死一个。这一次我去中国一定会凯旋而归，不把邱建良打飞，我是不回国。不信咱们走着瞧。他就是日本拳坛有史以来最像女人的选手，总是在出场时喜欢穿着女性服装，穿女性服饰算是爱好的一种。但这家伙把他二奶内裤套头上算是怎么回事？说他变态的话，他的实力又很强；说他妩媚妖娆的话，他又是个大老爷们儿。别看他平时骚得不轻，又骚里骚气的，其实这家伙可是一位名副其实的世界冠军，在中国2次斩杀武僧一龙，至此在中国名声大噪一段时间，并且还收获了很多动漫粉丝和脑残粉丝。其后便开始打邱建良的主意。邱建良并没有直接拒绝长岛雄一郎的挑战，而是主动将体重升到了轻量级。以坦克邱建良的个人实力来说，暴揍一顿日本伪娘应该不是什么大问题。话就不多说了，来让我们欣赏一下邱建良的精彩表现。请长按3秒点赞，比赛开始。别看长岛雄一郎个人性格十分风骚，真要是打起架来，长岛雄一郎可谓是比饿狼还要凶悍。他算是首批前往中国打比赛的日本拳王，在日本的威望与在中国的邱建良几乎相差不大，拥有超高的粉丝群体。反观邱建良不惜提升体重，也要来与长岛雄一郎一决雌雄。再让长岛雄一郎在中国拳坛狂妄下去，恐怕这家伙在中国要一手遮天了。长岛的拳是很有力量，而且粘性很强。这个日本选手，特别是长岛这一批的选手，这种粘着性的打法能贴在你身上，你发不出力来。进来了，前势，对，有点头前冲，裁判警告了。邱建良擅长的是中远距离，然而长岛雄一郎则是擅长内围对抗，所以一直都在猛压邱建良内围做动作。反观邱建良能与长岛雄一郎打游击就打游击，实在打不了就且战且退迂回拉扯。对于长岛雄一郎来说，晃来晃去就是战术的一部分，只要能用拳头精准命中邱建良，长岛雄一郎什么方法都能实施出来。现在的规则的执行其实没有像 Crush 和 K1 就是完全不允许缠抱的这样。哇，刚才后缺良这个后手是打着了，哎，但是好像长岛没什么反应啊。转身后摆。哎，反倒是长岛这边是刚才有个游走啊。哦，前摆打到了。邱建良实施的特技非常炫酷，虽然没有碰到长岛雄一郎，但长岛雄一郎还是被吓倒了，差点被打得人仰马翻。幸亏长岛雄一郎的重心足够沉稳，两人都在晃来晃去，看来是在酝酿一个秘密大绝招。对于邱建良来说，他的灵活绝对超乎长岛雄一郎的想象。本来两个人都不是一个级别的，即便邱建良提升了体重，那也无法影响邱建良的快速移动。这边对左摆应该是滑倒了，哎，滑倒了。那这个绕进去的左摆还是很有威胁，已经好几次，你看，哎，又是摇臂进去，左侧、右侧、左侧。而这边长岛也是发现了对手这一个进攻的这个企图啊，你看又是同样的动作，又躲开了。转身后摆，这样很聪明啊，打起来。前后手，对，我觉得长岛应该打一些常规的进攻，不要被对手给带走了。没错，后手。第二回合开始了，擅长内围对抗的长岛雄一郎并没有拿到太多的优势，反观还遭到了裁判的警告。分开之后的长岛雄一郎开始后悔，挑战谁不好，非要挑战邱建良。邱建良的实力并不是一般人能够挑衅的，精准的击打也是让长岛雄一郎意识到了危险。不过长岛雄一郎最擅长的就是内围对抗，既然事已至此，长岛雄一郎依然会进入到内围与邱建良展开对抗。进攻啊！前后手，哇，漂亮！连续的前近距离的这种勾摆拳的结合啊！
好的，低扫。邱建良的这个挂高，灵活的移动加上精准的进攻，打得长岛雄一郎有点精神恍惚，碰不到邱建良的同时，还防不住邱建良所实施的任何进攻。以战术性击打为主导的邱建良，并不会对长岛雄一郎发起一波接一波的猛攻，而是间歇性对长岛雄一郎发起逐渐进攻。我们看又开始了。对，那这邱建良这个功课做的也很多，我就硬顶着你，我用我的体重来顶你。好，点到了。哇！转身后摆，是用小腿肚的那个位置挂到了。如果是后脚跟的话，这场比赛可能就结束了。上勾，长挡。对，邱建良刚才连续的摇闪之后的近距离的这种进攻啊，很有些。看似长岛雄一郎无时无刻都在挨揍，实则不然。长岛雄一郎也算是在国际拳坛征战多年的拳坛老将，并且还曾2次击败武僧义龙，对中国选手的打法还算比较熟悉。但邱建良可不是按照常理出牌的选手，总是能出其不意给对手来一个怪招。后手拳把长岛拉倒了。大波漂亮，左摆好的，前手击个，哇，长岛恢复的很快啊。被疯狂暴揍的长岛雄一郎依然很顽强，并没有因此而放弃比赛，则是盯着邱建良的主动出击继续实施防守反击。长岛雄一郎的进攻命中率不高，就算命中了邱建良，但也无法让邱建良意识到危险。扫踢，大家看啊，这可以说在战略层面，邱建良是高于长岛。对啊。第3回合开始了，长岛雄一郎率先忍不住了，结果遭到了邱建良的一波猛攻。以粘性打法著称的长岛雄一郎，此时此刻变得非常狼狈，根本无法在内围对抗中取得明显的优势。反观邱建良依然在继续摇头晃脑来与长岛雄一郎进行对抗，照常进行赛前所制定的计划。被对手打到一个前手啊，因为发力进程长岛更长。对，这已经是第3回合了，长岛雄一郎必须要用自己更多的进攻，有效的进攻。高扫，高扫。我长岛还想补腿吗？对，差一点。利用单击动作在擂台上赖以生存的长岛雄一郎，此时已经被邱建良整整暴揍了2个回合。再这样打下去，恐怕邱建良就要把长岛雄一郎打成了筛子。长岛雄一郎不仅只有一个缺点，是全身上下漏洞百出，灵活的邱建良选择逐一击破。连续的进攻，我们看。那长岛这一边啊，抗击打能力真的很可以啊！好的，漂亮，打倒。刚才邱建良应该是连续打了10几拳，最终邱建良用了一波猛攻终结了长岛雄一郎。想在中国站稳脚跟的日本选手有很多，基本上全部都被中国勇士打回了日本小岛。长岛雄一郎依然不例外。就算长岛雄一郎是首批来中国打比赛的日本人，那也是照打不误。能让邱建良出面打日本人的次数真的不多。足以证明，长岛雄一郎在中国已经有了自己的影响力，再不出面制止，恐怕这家伙就要在中国一手遮天了。下面宣布比赛结果，红方胜。最终，邱建良获得了胜利，成功给武僧义龙报了仇。如果满分是100分的话，你会给邱建良打几分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，咱们下期不见不散。